男嘉宾孙先生40岁，来自山东，自由职业；女嘉宾蔡女士40岁，来自山东，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来干嘛呀？我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困惑。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我老公这1年多吧，老是在投资，钱就是说也是我给他要他给，不主动给钱。不回家。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更好一些。对，你怎么不回家呢？问题是不是不回家吗？也不给钱呢？给，只是要才给。不主动给。也许是把自己投的太困难了。好吧，咱们慢慢来梳理一下。40岁了，对吧？对。结婚多少年啊？17年了。几娃呀？1个女儿。闺女多大了呀？15周岁了。闺女和爹感情好吗？还可以吧。还可以。他这1年多不回家，闺女想他吗？想，特别想。闺女通常会怎么说呢？闺女现在感受是以为我和她爸爸离婚了，原因是。以为你们俩离婚了？对，因为我老公现在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拿回宿舍去了，他不在家住。就他搬出去住了。对，我们2个这1年多基本上是分居，不在一块住。所以闺女认为你们离婚了。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吧，我们的班车路过我高速，我家在高速的旁边，但是这个车我们的班车不下，所以说从郊区直接到市中心班车。那你就从你们家自己去市中心？我没有交通工具。他有。我的天哪，这也。他有摩托车，他买了摩托车在市里开。他说骑摩托车去上班。从你们家到单位要花多长时间？骑摩托车的话20分钟。就这还不回家啊？因为市里我做的。有好多事业方面的事吧？他老是拿着事业做说事。这得多大的事业啊！对呀。回家了啊，行吧。过去感情好吗？过去我们的感情就是从09年开始，他就开始自己的工资卡自己拿着，不让我拿着。发生了什么？因为他出过一次工伤嘛。当时女儿还小，我就让婆婆过来带着。工资卡，什么大事小事他也出钱，在家住，最起码他是在家里面住的，我们2个不分居。你跟你婆婆关系不好吧？一开始挺好的。现在呢？现在不好，因为我老公，我们2个每次闹矛盾，我老公都给他骂说。说了以后，我婆婆就过来指责我。那就是说，从你丈夫工伤之后，好像这个家庭的整个结构是有变化的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在09年之前，这个家里谁管账啊？我管。你管账？那个时候他从来不拿钱。从来不拿钱。也就是说，他工伤之后，突然这个家庭的很多状况就变了，对吧？对。按先生的说法，是你妻子家庭条件好，所以花钱有点大手大脚。你的原话是该花的不该花的他都花，对吧？那我就想问了，你们俩结婚17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
啊，到09年的时候是结婚几年啊？你算过吗？9年。哦，那前9年你都能容忍他花钱大手大脚，他管家，为什么到工伤以后，突然就觉得他花钱就不对了呢？不是这样的，他这个人吧，从我认识他开始，他就是一个特别能闯的人。09年之前，他在大禹造船开吊车。哦，我在其他的小单位吧，因为带着孩子嘛，那他很厉害呀，开吊车的是吧？对，开吊车，收入工资也可以，因为这9年当中，我们家发生了好多变故。什么变故呢？在半年之内，我的爸爸和我的姐姐，走掉，痛失2个亲人。对，啊，也许从那个时候，我抑郁了。心情就是说，想不开。那是哪年？05年。05年，也就是结婚5年之后，突然先生连失2位至亲的人，就是我们2个的感情，一直到他父亲去世，都特别好。父亲去世以后，他就对这个金钱特别看重。就感觉说吧，就开始感觉我花钱，其实。我如果花钱像他说的那样，该花的不该花的。为什么父亲去世之后对钱看得那么重呢？因为我也扛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那为了这个扛起这个家，你都做了些什么呢？工作就是有班就加。拼命的工作。拼命的工作，3个月、4个月1天没有休息。是这样吗？是的。后来14年出国。干嘛去了？去马来西亚打工。哦，我不让他去，他自己非要去，去了3个月回来了。咋了？被骗了？被骗了。从马来西亚回来以后，他的人的整个精神状态就变了。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得天不怕地不怕，就开始不停的投资。这么看下来，其实这个男人在09年之前，我把他叫在发生工伤之前，应该是一个特别踏实本分努力的男人，这个你承认吗？我承认。因为失去了亲人，再加上自己的工伤，可能他不愿意再那么去干了。他想能够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贴补家里或者别的什么，至少他想挣更多的钱，是吧？对，他很强势。他曾经说过，你有本事做出一个他给我要多少钱，我就能给多少钱的一个人。因为我满足不了他，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？所以说我就拼命的想办法去投资也好，去做事也好。我再问，在家里面能做出。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好吗？不好。幸福吗？不幸福。为什么不离婚？我给他提过离婚，我也起诉过他离婚。起诉他是在3年前起诉他的，他不离婚。今天的局面摆在这儿了，这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。我这么说，你认同吗？认同。你也认同。所以女人说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窒息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你想改变这种状态，对吧？对。好，你想改吗？试着改吧。试着改。你恨他吗？有一点。有一点恨。恨他什么？恨他不能理解我。你希望他理解你什么？理解我在外面的辛苦啊。好，挺沉重的啊。女儿在3年前你起诉她的时候，女儿知道吗？知道。女儿对你想离婚这件事儿，女儿是个什么态度？她一开始是不支持的。现在呢？现在支持。女儿昨天告诉我说：“妈妈，你有什么说什么就行，不要就是说。”不要说违心的话，你不幸福就是不幸福。你都付出这么多了，我爸爸还是不爱你，你就撒手就好了。这是你昨天女儿知道你要来上节目跟你说的话。对，女儿给我打电话说的。好。我也想了，我这一次来这个地方来，就是想看看我老公。你要是想过的话，你就必须得有改变，我也改变。我身上也有缺点，也有错误，但是我不是他说的那样的强势。
这段婚姻让人听起来很唏嘘啊！这17年的婚姻怎么去形容它呢？你说他活着，其实他早就已经死了。你说他死了，还有一个人苦苦地等着奇迹的出现。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宇东挺难受的，实话讲，因为像刚才川哥已经说了，名存实亡。言语间你们有很多的细节欲言又止，我能强烈的感觉到这背后有一些难言之隐，但是事实和结果已经摆在眼前了，而且，大姐3年前还提过起诉，主动的想切割掉这段关系，两个人都在忍，过得好累，特别的累。结婚17年，女儿15岁，老哥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几年一直保持这么一个状态，不回家也好，不给家用也好，对孩子放手不管也好，这个事情，这个行为，无论放在哪个舞台上，从男人，从已婚男人，从为人夫、为人父的角度，从担当的这个定位的角度，都是说不过去的。老哥，这个你承认不？是承认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很讨厌这个女人，甚至现在已经有恨了。对，我不回家，但是你别忘了，你还有一个15岁的女儿啊，孩子你也恨吗？所以老哥，我觉得我如果比如说我到了不惑之年的时候，我的家庭状况，我的老婆，还有我的事业几乎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，如果让我一直忍耐下去的话，我会崩溃的，我会崩溃掉的，因为这个对于你，对于大姐，对于你们的小朋友都没有一点好处，甚至两个家庭都没有好处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想跟大姐说的，我特别理解你一直在争取，一直在期待，一直在希望能够回心转意啊，海阔天空，柳暗花明。但是你知道，当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时候，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时候，就你聊什么都没法聊到一块儿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危机感就真的来了。那个时候就应该考虑所谓的放手这件事情了。女儿15岁，也是一个有独立思维、判断能力和独立感受相对比较准确的人了。你们两个人既然有勇气走到这个舞台上，为什么没有勇气给自己的宝贝女儿营造一个更好的、更适合她成长的环境呢？而让彼此互相拽着一起沉入海底，谁都不肯撒手，那一定要双败的结果吗？感情的世界里可能没有谁对谁错，都有自己的道理和理由啊。但是我们不能牺牲共同的幸福和共同的那个爱情的结晶的幸福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？加油啊！好，谢谢张老师。来，沙大老师。我可能接下来说的话会比较感性啊，因为录了很多期的爱宝，我一直觉得我对于感情、对于婚姻的态度抱着是乐观的。但是今天我特别难受，我流泪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让我看到了婚姻很可怕的地方，就是在婚姻当中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种结局，由爱变成了恨。就是可能每一个人步入婚姻的初衷都不是希望这样的，我们不希望自己枕边人变成了我自己最恨的那个人。我相信大姐现在可能心里面难受的点也在这个，你不解为什么我为他生儿育女的这个男人，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的这个男人，现在是恨我的状态。有几点，从一开始一上来，丈夫提到一个细节说，我现在他住的这个地方离我的单位很远，他没有把这个地方形容成家，就证明在他的心里，你和女儿住的地方只是一个地方，不是他的家。这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的心离开这个家了。还有就是在他遭遇到一些人生重大打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姐是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，因为一对夫妻
一定是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人生当中可能会经历最大的磨难。在经历一些重大事情之后，有可能夫妻的感情会崩盘，有可能会走向阳光。那么这个取决于陪在对方身边的那个人。您现在可以回过头去想一下，当时您做了什么？然后包括在您一上场一直在提钱，就是其实我知道您的心里不是在意这个钱，不是在意他能给您多少钱，您在意的是他的心能不能回到这个家。但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话就变成了钱，您就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说出来的话和心里是不符的。但是男人他不会去深究你内心想的是什么，他想到的就是他听到的那个话。他觉得你好像就是在给他施压，你逼着我挣钱，为什么那么多的感情，那么多的留恋，那么多的爱，非要用狠话把它说出来，把一个男人逼走呢？就是有的时候女人太强势、太强硬，用特别坚强的外壳裹住自己，以为是给自己增加了一道抵抗力，或者说让别人看起来觉得自己很坚强，独当一面，但不是的，有的时候是要示弱的。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，由爱生恨，我觉得您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。那么对于男士，其实您有多苦，然后觉得女人不理解你，没有给您最大的支持，可能您心里有很多的委屈，但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拖垮一个女人，拖垮你的女儿，那是您的亲生女儿。您继续拖下去，不给他们两个人解脱的话，最后您看到就是女儿以后也是一样的结局。她不相信婚姻，不相信爱情，不相信男人，所以赶快解脱吧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谢谢珊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其实这个故事听上去虽然很复杂，但相对来说也简单。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主线，而那些所谓的意外发生的事情，只是一个导火索。你们俩之前是门不当户不对的，对吧？而其实这个男人一直以来，他最希望能够得到的是认可。也许在婚姻的前半段，或者是说09年之前，他所有的努力敢闯，是为了这个家庭；但是09年之后的后半段的婚姻，更多的是为了证明自己。亲人的逝去也好，工伤也好，突然之间让他感觉到，要追求这样门当户对的平等和得到你的认可，他已经太累，得不到支撑，所以才在婚姻的后半段过程当中，他放弃了这种要得到你认可的欲望。其实恨不是什么坏事，有爱才会有恨，就怕连恨都没有了，那也许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关系。男人往往是需要被认可的，但是其实在这样的一段17年的婚姻当中，够得很累啊，就往前够，一直够不着，够得很累。以前还有家庭作为支撑，但是到了后来发现至亲的离去之后，他发现支撑不了了，我不愿意够。但是唯独可怜的是孩子，所幸这个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堕落，还没有因为家庭环境的变故而导致到自生自灭。所以说，如果说男生有最大的问题，就在于，虽然你在那样的一种疼痛的过程当中，在婚姻的追赶过程当中，非常的疲惫，非常的心灰意冷，但是对孩子的温存是应该有的。那跟你们的婚姻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跟你一个男人的屈辱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但是你所有的情绪，甚至连带到了孩子的成长。要知道，从10几岁到18岁成年这段时间，父爱有多么的重要。女人会觉得有点不甘心吧？按说当年也算是下嫁，
这些年来陪他吃了这么多苦，到头来落得一个这样的下场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你的表现其实是有低声下气的成分的。但是在这个男人生活当中出现种种变故的时候，你的确没有这样的智慧、能力和包容，能够提起他的自信，也没有适当的转化好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角色。你们并不适合对方生活当中的角色，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引导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不如放手。祝福你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挺沉重啊。我就有一个感觉，都别演了。我说的别演了，就是你们把自己心里最想对对方说的话，一会儿你们说出来就行。比如女生，你说其实我还是舍不得你，啊，或者说，我其实就是想跟你离，都可以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老师们也说到了，说在重要的时刻要给予支撑，对吧？这个事儿是这样，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，有些人他想支撑，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，他真的没有能力。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天真的认为到说，夫妻之间我真的出现了事以后，这个人一定要给我支撑。我们会容易这样，但是其实你会发现，能给你支撑的是你幸运，因为确实你找到了一个有能力给你支撑的人。还有一些人，他压根儿一辈子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，可是不代表他不爱。听明白我说这个话了吗？我相信你父亲和你姐姐连续的这半年当中痛失2个情人，不仅你傻了，这个也傻了，没有经历过，哪里经历过嘛？就是人很少经历，就是连续的应激性事件，我们人很少经历嘛，哪有那么大的智慧？当然，有运气的人可能他就碰到了一个大智慧的人，帮他去化解了这个感情，一步步往前走。那有些人呢，我只提醒你记住这一点啊，女生其实很简单。3年前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婚，是负气，还是一种手段？一种手段。我就不想让他出国。对啊，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想来挽回。这就是我说你们都别演了，那咱们就把身段放下来，你就求他，你说我就是离不开你，你也别说孩子，你看他怎么说，真不行，不要互相折磨。所以我想我们说的都是供2位参考的话，都是供你们参考，因为日子是你们过的，17年就这么一路过来了，还要不要再过？以什么样的方式过？是这么苦着过，还是幸福的过？是一家人真的团聚在一起的过，还是说我没有这个所谓的团聚的概念，但是我至少不是仇敌，咱至少不能用对付敌人的方式对付最亲的人吧？这折磨得太狠了吧？我知道你惦记我，哥们儿就不回家。难受你在乎我吧？你越在乎我越对你这样。那个报复自己的亲人有什么好啊？自己也会痛的。如果真的对孩子好，坦诚是最重要的。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对吧？如果对自己好，那就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老公，我们一起生活了17年嘛。我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完美。我们风风雨雨也走过来了，我现在就是想让咱这个家庭能继续走下去。我想听了这几位老师的话，我想把我的脾气改一改。希望你也改变一下自己。如果你觉着已经承受不了了，我成全你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17年的婚姻啊，我们今天看来
会有一些沉重和压抑。来，请开门。看，站中间吧。哎呀，你要既然选择出来，就好好跟人过日子，别再折磨了，行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其实啊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为了这个家庭，这17年的风风雨雨，我也没有给到你世界上最好的幸福吧。我一直在努力，我一直在慢慢的改变我自己。希望我以后能经常的回去，也希望你吧，不要让我回到家以后指责这个指责那个，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可以，这个不行。我会怕的，不回去也是怕你指责我。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吧。亮灯吧，啊。刚才我们都劝你分，但其实我想跟男生说的是，你的2个至亲都走了，他无论将来离或不离，其实他都是你的亲人。而如果你们不离的话，其实今天可以从你的这段话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认识彼此，也许是个好的招数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请回。